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蔡志玲。今天这影片，我必须用最认真、最紧急的心情来录。为什么？因为从今年12月开始，如果你去银行领你自己户头里的钱，少做了2个小小的动作，国税局的电话可能真的就会打到你家。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夸大其词，吓唬大家，而是我们金融体系一个真真实实已经上路的全新变化。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健康之道的频道，请现在就按下订阅键，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则关系到你财产安全的重要讯息。今天这集内容可以说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家里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晚辈，或者最近有买卖房子、规划大笔资金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因为这攸关你的权益，也攸关你能不能安安稳稳地用好自己的每一分钱。好，我们话讲回来，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心里在想，你会不会讲得太严重了？我自己辛苦存下来的钱，我自己去领出来用，天经地义，怎么还会惹上麻烦呢？我跟你说，你的这种想法，我每天都在银行柜台听到，大家都一样觉得莫名其妙，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要提醒你，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从今年12月起，包括台湾银行、合作金库银行、第一银行、华南银行这些我们常打交道的大银行，都已经全面启动了一套新的监控流程。这不是银行没事找事做，而是整个金流系统，从银行的电脑一直到国税局的资料库，现在是紧紧的扣在一起，资讯是完全流通的。我在金融机构服务了10几年，每天在柜台前面接待的客人形形色色，从刚退休的叔伯阿姨到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看遍了大家和钱打交道的故事。以前客人最爱问我的问题是，志玲，现在哪一种存款利息比较高，或者是办什么业务可以不用手续费？但是这1年来，我听到最多的问题变成了，志玲，为什么我领我自己的钱，行员要问这么多？上次我只是转一笔钱给我儿子，后来竟然接到国税局的电话，吓都吓死了。如果你心里也有同样的疑惑，或者你根本还没遇到，但想提前预防，那今天我就把我这10几年看到的、知道的全部不藏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给大家听。请你耐心一点，因为这件事如果没弄清楚，等到问题真的找上门，那真的是会让人措手不及、心烦意乱。首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绝对不是柜台行员在刁难你，也不是他们想偷懒或是找你麻烦。真正的原因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从12月开始，只要你的银行账户里出现大额的交易，短时间内很频繁的交易，或者是看起来跟平常消费习惯很不一样的交易模式，银行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跳出警示，打上一个记号。我们行员看到系统跳通知，也是按照规定必须进行关怀提问。这不只是为了把钱数点对，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帮客户把资金用途问清楚，把交易证明的概念建立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帮大家避免掉后续更大的麻烦。所以对我们一般存户来说，以后规划使用资金确实没办法像过去那么随心所欲了，我们必须多一分谨慎，多留一点记录，才不会不小心踩到无形的红线。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为了2个国际和国内都很重视的政策，反洗钱和追查逃漏税。现在全球的资金监管都非常严格，我们也要跟上脚步。银行和国税局的系统现在就像是2个精密咬合的齿轮，只要你的账户资金流动看起来和大多数人平常上班、买菜、缴水电费的模式不太一样，系统的警示灯就会亮起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什么叫不太一样？这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违法的事，而是说你的交易行为模式和系统里记录的普遍日常模式有差异。电脑是死的，它不认识你蔡先生、李太太，它只会冷冰冰的分析数据。我举2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一听就懂。比如说，你规划3天之内从同一家银行分3次、5次，总共领了60万现金出来。在你自己的观念里，可能觉得分次领比较低调，带在身边也安全，但在系统的逻辑看来，他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故意把一笔大钱拆成好几笔小钱，想要躲避单日现金交易超过50万必须上报的这个门槛。
再比如，你手边有一张放了快1年、面额很大的支票，突然想起来拿去银行存入，系统也会觉得很奇怪，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之前都不处理，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结果就是系统会自动把这笔交易资料报送给国税局。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你只是好心要给孙子包结婚红包，或者是好不容易卖了一块祖产，把辛苦钱存进去，最后都可能接到国税局的电话，请你去说明一下资金来源。听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可能心里开始有点嘀咕，甚至有点不高兴了。照这样讲，难道我以后花我自己存在银行的老本，还要像被监视一样吗？各位，请先别急，也别生气，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在办理交易的时候，养成2个小小的好习惯，就能把绝大多数的误会在还没发生之前就化解掉。第一个动作就是清清楚楚写明用途，不管你是到柜台填写取款条、转账单，还是在 ATM 操作转账，只要有备注栏或附言栏，千万不要留白，哪怕你只简单写几个字，例如孙子结婚用、医院手术费用、装修房子工程款，或者是日常家庭生活开支，就是这几个字，能让系统的审核人员一眼就明白这笔钱是流向正当的、合理的用途。第二个动作就是认认真真保留凭证。什么是凭证呢？就是所有能证明这笔钱去向的单据，比如说医院的收据、婚宴会馆的定金合约、装修师傅开的估价单和收据，甚至是和家人的LINE对话截图，上面有提到这笔钱的用途，你都可以拍照存起来。只要能证明资金去向的纸本或电子记录，你都要像宝贝一样收好。以后万一真的需要说明，你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就是最有力的解释，谁也无法质疑。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麻烦？其实一点也不难，大家不妨想一想，是现在多花10秒钟写几个字，多花1分钟拍张照比较麻烦，还是之后被国税局请去约谈，要你解释老半天，甚至可能面临补税或罚款比较麻烦？我在柜台见过太多真实的故事，下面我分享几个给大家听，你们就完全明白了。有一天早上，一位大概60几岁的林阿姨拿着存折神神秘秘的来找我，她小声的跟我说，志玲，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分3天把钱领出来，这样比较不会被注意到，也比较安全，对不对？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孙子要结婚了，他想包个大红包，打算3天内从同一家银行每天领20万，总共领60万现金。在林阿姨的观念里，分开领不显眼，身上带的现金也不会一次太多，这是老人家对自身安全很朴实的想法。但是以现在银行系统的监控逻辑来看，这正是最典型的规避性拆单行为。我赶紧跟他解释，阿姨，你这样做反而更容易引起系统的注意，他会判定你在刻意躲避大额交易申报。我当场教他2招，第一，在取款凭条上直接大大方方地写上孙子婚宴礼金；第二，把订餐厅的合约、买喜饼的发票，甚至婚礼新人的邀请卡都用手机拍下来存好。我跟他说，这样以后就算有疑问，你把照片秀出来，事情就清楚了。林阿姨一听恍然大悟，哎呀，原来现在规矩是这样，我都不知道。她照我说的做了，后来一切都顺顺利利。过了1个礼拜，她还特地回来谢谢我，说她隔壁的老邻居也是办喜事，没写备注，结果真的接到国税局的电话，被问了将近1个小时，紧张的好几天睡不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同一个人、同一天，在同一家银行，你的现金交易累积超过50万元，系统几乎100%会标记你，不管你还是一次领足，还是分好几次领，只要加总超过门槛就算数。而你最简单的护身符就是写用途和留凭证。我再讲一个刘伯伯的故事。刘伯伯是个一辈子踏实的农家人，前2年家里一块田地卖掉了，换来一张好几百万的支票。老一辈的人总觉得支票薄薄一张纸不牢靠，还是钞票实在，他就把那张支票锁在衣柜的抽屉里，整整放了1年多。后来听儿子劝，又觉得支票放家里怕丢，才终于拿来银行要存入。这一存进去，系统的警示马上就响了。看着刘伯伯一脸不知所措，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的紧张模样，我心里也很不忍。我安抚他，刘伯伯，您别慌，您没有做错事，但是这笔钱是卖地的所得，属于财产交易，
按照规定必须要能够说明它的来源。我请他把当年卖地的契约书、对方付款的证明文件找出来，帮他影印了一份存在银行卷宗里，也叮咛他自己一定要用手机把这些文件拍好照存着，告诉他万一日后税捐单位有疑问，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刘伯伯也是特别来道谢，他说：志玲，真的多亏你提醒，不然这都是1年多前的事了，细节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到时候要我讲，我还真的讲不明白。所以你看，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向系统清楚地呈现这笔钱的来龙去脉。还有一个更常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例子，是关于陈爷爷的。陈爷爷非常疼爱他的孙子，有一年他来到柜台，说要转一笔钱给孙子付买房子的头期款，金额不小，有250万。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帮他办了汇款。结果到了第2年，他孙子在申请房贷时，银行进行金流审查，追查头期款来源，这笔钱就被注意到了。一查才发现，这笔爷爷给孙子的钱超过了每人每年赠与税免税额244万的额度。虽然只超过6万元，但因为当时没有在期限内申报，产生了问题。陈爷爷接到消息，整个人都懵了。他很不解地问我，这是我自己省吃俭用存的钱，心甘情愿给孙子成家立业，自己家人帮忙，怎么还要课税呢？我站在柜台前，很耐心地向他解释，陈爷爷，我完全理解您的想法，这是长辈对晚辈最深的疼爱，但是在法律和税务的框架下，亲情是亲情，规矩是规矩，家人之间无偿的大额的资金给付，在制度上就被认定是赠与，而财政部规定，每一个人每年可以赠送给同一个人总共244万的免税额度，一旦超过这个数字，赠与人就有义务在交易发生后30天内主动去国税局申报赠与税，如果没有申报，将来被查核到，不仅要补缴税款，还会被处以罚锾。陈爷爷听完，懊恼地直拍额头，说：早知道就差这临门一脚，我就去申报一下好了，这罚款缴下去都是冤枉钱啊。这件事让我感触非常深，很多长辈不是不愿意守法，他们是真的不了解这些规定，或者总觉得一家人转账哪有那么多规矩，但事实上，事前多做一点小小的准备功课，真的能为自己省下巨大的困扰和金钱损失。在银行服务这么久，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我们要学会把生活中的人情事理转换成系统能读懂的书面资料，写明用途，就是给冷冰冰的电脑系统一个它能够理解的故事，保留凭证，就是为自己准备一把坚固的保护伞。当你在转账时，在备注栏写下给儿子贴补家用或赞助女儿购屋头期款，系统在后台进行比对，就能将这笔交易归类到家庭成员间抚养或资助的合理范畴，税捐单位自然就不会再额外关注。千万别小看备注栏那寥寥数字，在关键时刻，它可能就是帮你省去无数麻烦的通行证。接下来，我帮大家画出2条一定要记在心里的红色警戒线。第一条红线是50万元的现金门槛，这是针对现金存取款的特别规定，只要你用现金，同一个人，同一天，在同一家银行注意，不同分行也算同一家的存入或提领累积金额超过50万元，依法银行就必须向相关单位申报，关键字是累积，不管你分5次、10次提领，只要加总超过50万，系统就会捕捉到。不过要特别说明，如果你是使用网络银行转账、临柜转账或是刷卡消费，通常不计入这个现金50万的计算范围。所以，如果真的有比较大额的资金需求，我的良心建议是，能转账就尽量不要提领大量现金，如果非提现不可，那么请务必分不同天货到不同银行办理，并且切记，每一次都要把用途备注写清楚。第2条红线是244万元的赠与免税额度，这是税法的规定。每一个人在一个年度内1月1日到12月31日赠送给同一个人的财产总价值不能超过244万元，超过的部分就必须申报并可能课税。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赠与不单只给现金，你帮子女出钱买房子、买车子，或者赠送贵重的金条、珠宝、股票，只要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财产，都合并计算在这个额度内。所以，亲人之间如果有大额的资金或财产移转，心里一定要先打好这把算盘，
规划好金额和时间。讲完了2条红线，我还要提醒3种最容易踩到坑的情况，很多长辈都在这些地方吃过亏。第一种情况就是分好几次领钱去凑一笔整数，很多人觉得一次领一大笔钱太招摇，或者怕银行问东问西，就刻意分好几次，甚至跑好几个不同的柜台办理。你自己觉得这是分散风险，降低注意，但在反洗钱系统的监控模型里，这恰恰是刻意将大额交易拆解，以规避审查的典型可疑行为。专业术语叫结构化交易或拆单，是重点监控的对象。其实你光明正大，一次办妥，并且诚实的说明这笔钱要做什么用，远比你偷偷摸摸分好几次来得更安全，更不容易被盯上。第二种情况是转账给家人，备注栏空空如也，爸爸妈妈转钱给孩子，觉得都是一家人，心知肚明就好，写备注多此一举。但在系统的眼里，这就是一笔目的不明的大额资金流动，非常容易引发后续的查询。你只要简单写上本月生活费、学校注册费，甚至给孙子买奶粉，系统读到这些关键字，就能判断这是正常的家庭开支，就不会再进一步追踪。第3种情况是把大额现金领回家放着，过很久才又存回去。有些长辈习惯把钱取出来放在身边，觉得看得见摸得着才安心，可能放了好几个月甚至1-2年，后来因为搬家或别的原因，又觉得现金放家里危险，再拿回银行存。这个时候系统就会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笔钱过去这段时间在哪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资金流动轨迹上的断点是最容易引起监管单位关切的。与其事后要花费无数唇舌去解释这段空白期，不如一开始就让钱安稳地留在银行体系内，或者尽早存入，并在存入时就附上简单的说明。这些话我跟无数的客户朋友都叮咛过，有些客人听进去了，甚至拿笔记本抄下来贴在家里的冰箱上，提醒全家人。今天我也把这些经验整理成几个要点，送给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1、大额现金要分散处理，尽量不要在同一天、同一家银行把50万元的现金额度用满，跨不同银行或者分开不同日期办理是更聪明的做法。2、每一笔交易都要写下用途，养成习惯，把备注栏当成你的发声筒，告诉系统这笔钱的正当去向。3、相关的单据凭证一定要保留，纸本文件妥善归档，电子记录如拍照、截图定期备份，这比你事后说100句解释都有用。4、赠与超过244万一定要申报，不要心存侥幸，在事情发生后的30天内完成申报手续是最安心、最划算的选择，补一点税远比被罚款来得轻松。5、如果有特别复杂或金额庞大的资金规划，千万不要怕麻烦，主动咨询你的银行理财专员或客户经理，或者找一位值得信赖的会计师朋友问一下。现代的金融服务很周全，他们能指导你如何合规地完成财务安排，帮你避开许多意想不到的陷阱。这5点建议不是死板板的教条，而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真正能用得上的护身法则。很多听我解释过的长辈都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也不是多复杂的事情，就是办手续的时候多用心想一下，多做一步而已。我也常常听到一些老朋友在柜台感叹，现在社会进步了，生活好了，怎么用自己赚的钱反而感觉绑手绑脚了呢？我总是笑着跟他们分享我的看法，其实不是变麻烦了，而是我们要把正正当当的事情用明明白白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老百姓和国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国家要打击的是那些利用金融系统洗黑钱、逃漏税的不法之徒，而我们老百姓要的无非是血汗钱的安全和生活的保障。只要我们愿意配合，把资金的用途写清楚，把交易的证据留齐全，那些坏人就没有漏洞可钻，我们守法百姓的财产反而能获得更高层次的保障。根据我接触到的最新业内统计，今年上半年因为资金流动异常而被通报的案例中，有超过1半以上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写明用途或无法提供合理说明所造成的误会。这些误会一旦发生，你要亲自跑银行申请交易明细，写说明书，还要跑国税局去当面解释，整个流程跑下来，最少也要耗费好几天，既浪费宝贵的时间，又搞得自己心情七上八下，实在划不来。
而且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从明年开始，这套监控系统的覆盖面会更广，不只是这些大型银行，连各地的邮局、农会、信用合作社都会逐步纳入联网的范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学会的这套自保方法，未来走到哪个金融机构都适用。现在就把这2个好习惯建立起来，可以说是一劳永逸。如果您的家中还有习惯拿着存折簿去银行领现金的长辈，请您务必把今天最重要的2句话转告他们。每次填单子，记得在备注栏多写几个字，告诉银行这钱要干什么用。每次办完事情，拿到的单据不要随手丢掉，收在固定的地方存好。就这么简单的2个步骤，就能把未来可能的大麻烦远远地挡在家门外。钱永远是您自己的钱，只是我们用一种更安全、更符合现代规范的方式来使用它。最后，蔡志玲，我还要特别唠叨一句，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现在的诈骗集团非常会与时俱进，他们也知道了这些金融新规定，所以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诈骗手法。骗子会假冒成银行风控部门或国税局稽查科的人员，打电话给你，语气严肃地说，因为新的监管规定，我们发现您的账户有异常资金流动，为了您的账户安全，现在需要您配合调查，请您按照我的指示操作 ATM 或将款项转移到指定的安全监管账户。大家一定要死死记住，真正的银行或国税局，如果对你的某笔资金有疑问，他们绝对不会在电话中要求你操作 ATM， 也绝对不会要求你立刻把钱转到任何陌生账户。他们正式的程序一定是发送书面通知，或请你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交易证明文件，在办公时间内亲自到分行柜台或税捐机关的服务柜台办理。而且他们会给予你合理的准备时间，绝不会在电话里用马上、立刻，否则冻结账户这种话术来恐吓你，催促你转账。凡是接到电话提到资金异常，配合调查，操作 ATM 或转入安全账户的，100%是诈骗电话，请立刻挂断，并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所有的制度与规定，其根本目的都不是要来刁难我们这些诚实过日子的老百姓，而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更透明、更前进、更安全的金融环境。只要我们懂得规则，并且稍微调整一下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我们照样可以安心、放心地支配我们辛劳一生所积攒下来的财富。我们台湾的经济持续在发展，相信未来大家手头会更宽裕，日子会过得更加丰足美满。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把这些理财自保的小知识学起来，就是为了牢牢守住我们自己的钱袋子，也就是守住了我们晚年生活的安稳与幸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觉得蔡志玲讲的这些内容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麻烦你动动手指，给影片点个赞，也顺手分享到你的家族群组、社区好友的 LINE 群里，特别是让家里的长辈们都能看到、了解。也别忘了订阅我们健康之道的频道。我是蔡志玲，我们下回再见。